那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说结合政党跟公庙都有哈。像最近一个被这个我们的这个检调单位起诉的，就是高安国，他自己是富康联盟党，就是结合政党，然后他自己找艺人参选，对，找艺人参选，然后他自己又是退休的高官，然后呢，他就在招揽一些人，所谓的武装叛乱，那现在已经被起诉了，那我们发现到他那个富康联盟党呢，也是一样，牵涉到政党法，已经被我们取消他的运作，因为他的运作不正常，然后再来他也是也牵涉到反渗透法。然后有一些退休的这个军人也是参与这一块，所以事实上，这台湾的国安单位跟我们的警政单位或者是检调单位是有高度在了解这些状况，不希望有任何影响到台湾内部渗透跟社会治安的问题产生。部长，可是这个富康联盟党，因为它比较感觉组织性啦，然后证据比较多，可是我刚刚想问的是说，那里长团啊。我上个礼拜才刚看，不是对，就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几个里长因为纠团去嘛，然后他们也被约谈，然后到最后法院的判决是他们都没事，那所以会不会接下来还是有很多的里长团反正又没事，我就还是一样纠团去啊，去那边又有人招待吃吃喝喝啊，蛮不错的，然后我们就成立群组啊，那个群组里面他们大家都是朋友啊，然后就不断的会这个互通啊。慢慢，还是透过里长团很有效被洗过去。那他的目的是做什么？我再讲一下，譬如说，以去年比较多发生的时候，是在总统选举的时候。那总统的选举时候，当然陆陆续续有这个里长，就是公开拍天有点就是贪小便宜啦。我只要付2000块新台币就可以去那边玩6天7夜然后只要弄一个。那个就可以了那当然，你说有一些里长团的回来并没有被起诉，但是我所了解的部分就是说，如果他有掌握到实质证据的话，他恐怕也跑不掉。那他的后续是什么？是因为中国大陆知道你这个里长是可以被收买的，或是你这个里长是属于贪小便宜的，下一次在大选的时候，他们那边就会直接跟你讲说，某某里长，请你支持谁。所以会变本加厉，会来控制你那当一个里长，坦白讲，你好歹也是几百票或几千票当选的，你需要被人家这样利用吗？只是为了少数几块钱还是你 Kimoji 不爽Kimoji 不爽你就出来选举啊，你就去干掉现在的执政党都没关系啊，那个是台湾的政治常态。可是你一旦被人家去那边牵着鼻子走的时候，那是更糟糕。所以它其实是已经在渗透的方式，但是就我所了解了那个台湾的这个包括里长联谊会的人，他们都知道这个状况，那谁会去谁不会去，他们也都知道。那还有一种就是默默的去然后点点加，然后回来他也没有去拉票，你懂我意思吗？他们是希望你回来拉票，否则跟你吃喝玩乐是要做什么？他回来他们也不敢拉票，因为拉不到票。所以台湾的民主的力量在社会上扎根是这样，就是说你要跟我拉票，你的理由是什么？你里长做得很好，我票可以投给你。那你里长做得不好，那你又讨厌执政党，叫我不要投给执政党的人，或是谁，你要讲个理由啊，因为大家还是会用政治来判断。所以我们知道说，台湾的里长居多的绝对不是民进党，民进党里长少得可怜但是为什么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获得不管是微弱多数或是多数的当选？所以每个人对民主宪政的理解是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我们是因为过去好几年以来开放跟多元，大家可以互相批评跟讨论，可是最后做抉择的时候，他会冷静下来说，我要投给谁，而不是投给里长的一句话。所以现在靠着里长来宣传说里长支持谁你就支持谁，这个可能性一直在降低当中。但是我是觉得说，有些里长朋友还是要公开拍天，你去一趟中国大陆旅游花个1-2万没有关系啦，不要是为了说我不想要花1-2万，然后就是被人家牵着鼻，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中国大陆还是会打电话过来。所以部长仍然是希望说用民主来治愈民主的这个缺口。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希望民主是成熟的啦，让大家自己做决定，而不是因为 Kimoji 不爽，然后就做这样的决定。这样，好，所以刚刚提到富康联盟党之外，内政部也申请这个宪法法庭说要解散统促党。
那这件事情，现在宪法法庭有受了吗？有受理了吗？受理也没有用啊，现在宪法法庭没办法开啊。我们如果要排，我们说不定排1、2千号以后啦，因为一般人民呐，如果觉得他的宪法的那个受到影响，他也是可以申请到宪法法庭开庭啊。现在宪法法庭是要开庭嘛，不是所谓的大法官释宪啊。对。所以我们要等到宪法的这个法庭真的有开的时候，我们就会送件进去。哦，但是可是，在内政部，大法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能。可是我们内政部的政党审议会的时候是通过了，还是要解散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统促党号称有3万名党员哈，然后也号称说他都有开会，但是事实上我们是确认的时候呢，发现到他那个开会呢，就是说不是按照正常的开会程序，或者是说它里面很多人牵涉到的不是只有刑案，不是说因为帮派成员多，而是因为他们有些人确实也牵涉到反渗透法。譬如说我刚刚提到了这个高安国先生，他在这个地检署的这个证词里面也提到说，他为什么可以接触到中国的高干，也是透过统促党里面的张先生安乐，然后拉线的。嘿，那张所以他们2个对，可是张先生现在已经不是政党的主席，对，是另外一个张先生叫张富堂。然后，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到说，他们里面有很多成员呐，不是只有牵涉到刑案的记录而已，它是牵涉到跟反渗透法相关。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它里面有位可能是秘书长的角色，他在嘉义地区呢，他就用这个不晓得从哪里来的财源，可以在地方的广播电台里面一直在做那个广播，然后希望这个统一台湾的这个言辞也被地检署起诉。所以我们累积很多不同的案例，还有累积很多收集到来，就是他们主张是一回事，在台湾主张是言论自由，可是你有主张武力要叛乱，或者主张武力统一，就跟高安国一样，你可能就会牵涉到反渗透法。好，那这个呢，国家的这个法律的力量是要介入的。所以这个党也是因为这样，也有这方，因为他们已经被起诉好几个案例，不是只有单一，好几个案例，所以我们累积这些案例以后，发现到我不是无的放矢，好，我们是有这个案例，所以拿给这个政党审议委员会，是每个政党都有代表，还有专家学者，所以其他国民党的也有国民党的代表都在这个委员会组成里面，对，但是就通过了。通过要解散，但是因为按照我们的政党法需要送到宪法法庭，所以我们等到最后一步。了解。最后2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你一下这个选罢法修法的这个问题，因为选罢法的修法是在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里面啊。那现在看起来就是罢免联署正在抢那个时间啊，到底要用旧版的选罢法跟新版的选罢法，看看能不能够在时间点上面取得一个抢得机先啊！你对于立法院修的这个选罢法，你的看法是怎样？立法院修选罢法有2个阶段，一个就是说联署的时候要加身份证影本，而且是正版影本。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有完成前2阶段，真正变成罢免案到最后的这个罢免结果的时候呢，它的票数要比原来的当选的票数要再加1票。这2个呢都是违反民主法治的原则啦身份证影本要放上去的部分呢看得出来，就是说真正想要罢免你的，不怕身份证影本被曝光但是站在我们立场上面，尤其是现在这个个资啦，或者是诈骗的集团那么多，愿意把身份证影本拿出来的其实不多了更何况身份证正反2个影本都要影印的话，很多人就会阻却他不想去参与联署那但是旧制不会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这2天这个中选会很热闹20-30个这个罢免的案子都进去，就是想要用旧制，就是我只要有填我的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啦等等等，我这些就可以进入。所以我比较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旧制的方式来处理当然现在新制还没有完成所谓的3读，而且还没有完成复议的程序嘛所以按照旧制进来，这2天进来的都是旧制，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当选票数要加1，我也很难想象为什么叫做当选票数要加1
的方式啦，这也违反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民主政治的一个规矩跟规范。我觉得限缩了人民的这个权利就对了。其实它就是要阻挡，把门槛拉到很高啦，要阻挡。另外一个呢，有些立法委员提到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这届适用新法？如果你通过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加严，身份证加严，或者是当选票数加高的话，你要不要下一届适用？表示我们这一届并没有自肥。对，这才合理。这个比较合理，对不对？大家会说，譬如说我要加薪，我很公正，但是我是为下一届加薪，但是我不是为我，对对，我为下一届加薪。好，那我不要被罢免，但是我为下一届不要被罢免。那你可以用这样做啊。那这一块呢，比较少人去讨论。对，我比较会主张变相自肥了。对，有一点就是保存自己的这个实力哈，类似这样。那我觉得这样子对大家都公平。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不管是蓝绿哪一党，你身份证要加严，蓝绿两党都适用。对，好，你那个票数要加1，蓝绿两党都适用。如果你门槛加高，都是适用加高。那当然，现在被罢免的对象是以国民党为多啦，所以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忧哈。但是我觉得说，如果你真的在立法院里面还是蓝跟白加起来，可以处理复议案，或者可以处理这个新的法案的几率比较高的话，我建议适用的期限是下一届。下一届谁比较多，没人知道。但是我至少没有所谓的像那个时期所说的叫变相自肥。那这样就说得过去，大家都不要去争执哪一个才是对。对啊，大家用同一套标准，但是不是为了我自己啊？这样子下一届适用，对，这样子还可以更说服大家。好了，今天时间已经超过了，非常感谢这个刘世芳部长来到我们现场啊，谢谢。很多议题全部都交代清楚，感谢你，谢谢，下次见，拜拜，再见。